了3天2晚的时间，时隔9年，再次来到了天府之国成都。那么这次来成都，给我的感觉变化也非常大。当然，我来成都上次也小10年了。那我记得当时我来的应该是高一啊，应该是15年左右。那会儿成都地铁应该只有3条线啊，应该是那会儿没有重庆地铁多。重庆的地铁起步其实比成都早很多，但是这次来成都，感觉它各方面都已经进入了那种发达城市的感觉，无论是这个夜生活也好啊，文娱活动也好啊，它的这些时尚街区的这种精致程度啊，当然成都房价也涨了非常多啊。那这个视频我会从成都我分析理解的各个方面来和重庆、北京我生活的这2个城市简单做一个小小的对比啊。当然了，这只是我的一个主观看法，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你的想法。那么这次我出发的起点是重庆的沙坪坝站啊，然后终点是成都东站。高铁真的非常快，只用1个多小时就到成都了。大家知道1个多小时，如果在北京的话，可能你从最南头或者说稍微南点到北点的地方，可能就是一个通勤的距离啊。所以说这个高铁的确的是拉近了2个城市的距离啊，很方便。你甚至可以周5就去成都玩，周日你就回来了。讨论一下沙坪坝这个 TOD 啊，就是 TOD 就是以轨道交通为导向的一个整个的商业、住房各种系统啊。然后沙坪坝应该好像是国内第一个 TOD 项目。那这次再来成都，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成都这个地铁，我天哪，现在这么密集，它好像现在是第4吧，国内第4，国内第4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全球第4啊。那个距离应该是600多公里，北京现在是第1嘛，然后重庆是500多。成都呢和北京有点像啊，它也是那种类似于莫斯科那种环线设计，所以它地铁也有环线的线路啊。那刚才优点已经说了啊，但是说几个我认为的小缺点。第一个就是说它这个成都地铁，你看我住的区域这是在这个1环内嘛，就是类似于他们的老东城，就锦江区啊，在这个距离。但是它的这个地铁吧，修的老是我不能说不伦不类啊，就是你去个景点，你总得是走个5分钟到8分钟的距离，它并不是点对点。就我去了很多景点嘛，它并不是点对点。第二个问题就是它这个公共卫生间是放在站外的，然后 A、B、C、D、E 它随机给你设几个口，它可能有卫生间，等于说你必须要出站才可以上卫生间。但我可以理解啊，它可能是为了站外的人能上卫生间，但其实我觉得这样反而不方便啊。第3点呢，就是成都地铁和北京地铁一样啊，吵，就是有的那个地铁它速度开快了，它声特别响，北京地铁有这毛病啊，但是重庆的这个轨道交通好一些啊。那么3天2晚我也没法总结太多，这是我简单感受到的3点问题啊。来成都第一顿呢，那我肯定想到应该一定要吃串串，然后我就找个酒店附近的，因为我定在这个1环里嘛，我想找老成都这种串串，正好找到一家，他说应该是30年，叫水碾河串串是吧？大家看我重庆视频知道啊，重庆的串串是牛油的那种，然后成都串串我这次感觉它是属于清油吧，然后成都串串它那个等于说配的那个蘸料。是这次这个店是原汤料，就是它晚上原汤加点那个什么肉末啊，加点蒜呀，加点香菜，感觉海底捞的吃法。重庆就是油碟嘛，就是那个火锅专用那火锅油加上那个蒜末，反正味道不太一样嘛。但是我可能更倾向于重庆的牛油啊。成都这个也挺好吃，就是味型不太一样。但是成都的这个物价是比重庆的物价贵啊。重庆的话，我一直拿吃饱60，成都得80多。在吃串串的后面啊，这就是一个老破小区啊。但是明显成都这边，你看它应该这也算市中心的位置，它这个整体的涂装它都涂了一下，你看，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整洁。但我觉得这个楼应该就是70、80年代建的感觉。大家也知道，我走到哪儿都喜欢查查房价啊。成都房价比重庆房价贵多了。像这个核心地区1环里，老破小在锦江区，原先应该算老东城啊，成都老东城啊，成都的老东城。以前成都1环呢也分为老东城、老西城，这跟北京有点像啊。然后这个后来它就拆区了，等于说拆成了锦江啊，然后成华呀，然后这现在拆的这个5城区。都是有一部分城区原先老城区的位置加上当时的城乡结合部，大概这个意思啊。然后这个老破小的房价是12000左右啊，12000左右，其实在川渝地区不便宜啊，也不便宜。但你看后面这小楼，就明显感觉它这个是没有就做过整改的。那前面挨着街楼，它做了一些那个老旧改造，看起来更干净一点。怎么说呢？成都这块给我的感觉，无论是吃穿住行啊，都比重庆是要高一个费用档次的。哦，对，小区里同样有很多打麻将的老太太，这和重庆一样。还有一个我的小小的疑问啊，你像成都这个地区应该没有限高令啊，但是你看那个高楼吧，你看1环啊，你看我在成都
一环还是东侧、南侧这边，按理说这个发展，因为我了解了一下嘛，这边发展会比西侧、北侧更好一些啊。但是你看它没有什么高楼，我感觉很奇怪啊。北京完全是二环内有限高令，不能往海里看嘛，对吧？但是成都也没有啊，为什么这个楼都拔得不太高啊？那么吃完串火锅呢，我就赶紧前往我的下一目的地啊，叫成都的天府广场。天府广场呢，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、重庆的解放碑啊，就是市中心的市中心这么一个核心的位置。那天府广场明显能看出来啊，它是一个比较老的广场了。它整体的城市建设规划呀，你看都是比较老旧的，而且呢，并不能说很繁华吧。但它春熙路离它很近，就很繁华。就是它这个成都也是好像都汇集在一块儿的感觉啊。这有个毛泽东像，然后这是四川科技馆，这个应该是四川博物馆啊，但我不知道他要不要预约啊。那么这次来成都还有一个发现，就是成都的年轻人或者成都整体人群啊，虽然说重庆的人口比重庆人口多，但是反正在市中心的位置，我感觉成都人口大太多了，尤其地铁上也非常挤啊。重庆的地铁，除了几个干线，没有特别挤的位置啊。成都地铁很多时候我感觉都和北京地铁一样挤。随后呢，我便向天府广场的西北方向移动啊，到这个成都的人民公园，类似于北京的北海公园，大概这么个感觉吧。这好像也是当年川军出川作战的地方啊，川军打仗很厉害，大家都知道。对吧？虽然说啊，川渝人个子稍微就是说看起来小一些，但其实打仗啊，包括干事啊，这都是靠谱的。这个也有历史证明。大家知道这个出川入川没那么容易啊，大家听过那句话吗？就是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嘛。就是你坐个绿皮火车你就明白了嘛。你这个从这个华中到这个重庆，过这些山脉，然后你再到成都，这距离是很远很远的，很麻烦，不像现在有高铁1小时就到了，所以确确实实是很厉害。然后这个人民广场呢，很惬意，很慢，节奏很慢，有喝茶的，跳广场舞的，然后那个写那种水笔字啊，这应该叫水笔吧，就是拿那个蘸水那个笔，然后再写大字在地上。这个北京公园以前有很多，那现在也基本上看不见了。然后呢，我没有在这里头喝茶啊，就是简单转了转。然后它还有一个相亲角，挺好玩的，都是，就你要去公园管理处拿写一张纸，然后那公园管理处人帮你放在那个墙上，各种什么征婚啊、交朋友啊，各种各样的。然后我观察一下，很多这个重庆人在成都啊，可能也有成都人在重庆，就是说，互相住烦了呗，可能应该是这种感受。但是这个结婚呢，这也很现实啊，这也很正常，对吧？就在成都有房有车，基本上跟北京结婚不一样，北京只是说房子贵点，对吧？车牌难摇点，一样有房有车嘛，对吧？而现在年轻人结婚，对吧？就我们同龄人想结婚的有结婚的想法，其实也很少，在这个国际动荡的这个大环境下。然后这个川渝这边，反正成都、重庆，我看现在他们才落叶啊。北京现在应该已经光秃秃一片，因为北京这几天，我家人告诉我已经零下了嘛，白天就光秃秃一片啊。你看这个成都、重庆，它虽然冷啊，成都、重庆的确冷，成都比重庆还要冷一点，还要冷，因为挨着山了，还要冷一点。成都这个川渝地区的冬天啊，的确不好受，因为没有暖气。但是你看它就是川渝地区冬天吧，它总是那种尴尬的状态。你说它冷吧，也冷；你说特别冷吗？它也没有，它也没暖气，它也没到0度以下，反正就那种类似于给你放在这种冷藏柜里的感觉。如果你在冬天在家里不开暖气的话，总之就简单转了一下啊。这里有很多博物馆，还有那个保路运动的纪念碑，应该就是民国时期立的这个纪念碑。然后这人民公园里还有大合唱的啊，老年歌唱团。我记得北京园坛公园也有那老年歌唱团啊，就是乐队啊，什么敲鼓的呀、打鼓的、吹号的，然后那个电子琴的都特全、特专业那种老头老太太。然后我也简单看了一下，很多人在看啊，挺有意思的。但我不知道北京园坛那个还在不在啊？有先驱好评价啊！作为不抽烟人士，很高兴。逛完人民公园，我准备乘坐公交车前往宽窄巷子好评一下成都公交车啊！成都公交车的感觉就有点像北京的公交车，就是它的这个无论是干净整洁程度，还是这个乘坐舒适度啊，都和北京不相上下。而且成都公交车它是两边都能开门啊，挺有意思。但是也有个问题和北京一样，就是成都包括北京的这公交，
不像重庆，就是他一定会等你坐稳了再开车，然后呢，等你下车的时候，一定是你可以是车停稳了，你再从座上起来。那你要是成都和北京的就不行，这个司机可能就直接就关门了。来到快闪巷的这个路口，我非常熟悉啊，就是9年前的感觉立刻浮现在眼前。那会儿这个共享单车刚刚开始流行，那会儿还是摩拜单车呢。然后我在北京开了卡，然后当时不是跟学校秋游吧，应该是还是什么春游。到这个成都了，我就想试一下这个看能不能用，结果就围着这快闪巷子应该转了一圈吧，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啊，就在这块快闪巷子，因为以前也来过，这快闪巷子就类似于北京南锣鼓巷嘛，就是一个很网红的一个景区啊。虽然你看南锣鼓巷，它虽然是的确是以前北京的老胡同，跟快闪巷子以前的确也是成都的这个老街区的代表，但它就很商业化，所以我就简单给大家放几个画面就完事儿了啊。这个国内这些东西大同小异。告别快闪巷子呢，我就转身前往锦里这个街区啊。锦里这街区离快闪巷也有点距离啊。如果你是自己来玩，2选1其实就可以啊，大同小异都差不多。只不过说我是为了多看看，同时呢丰富我的这个视频素材内容啊。大家也知道我的这个视频画面都是我自己拍的，我也没法借别人内容。我说其实我没问题，但是你要说我说太多，没有画面支撑了也不行，对吧？那我在前往锦里这街区的过程中呢，途经了很多这个藏族朋友聚集的区域啊。这个为什么聚居在这儿？很简单，一个是有西南民族大学，第二个呢，画面也看了，就是这个西藏驻成都的办事处在这儿，所以常年累月这些藏族就在这儿生活了。同时呢，成都也叫新西兰首都啊，这是网上一个梗，就是这些新疆、西藏甘肃兰州这些朋友们都会来成都发展，因为离得的确也近嘛，对吧？所以这有很多少数民族在成都啊，包括你可以发现有很多这些少数民族的一些说唱歌手、玩音乐的，也都在成都进行发展。因为成都无论是房租啊，还是包容性啊，以及就是说它的地理位置啊，的确适合啊。这一路上就有很多这种藏族的餐厅，我看起来是比较正宗，还有卖这些是叫卖佛牌吗？还是卖这些牌子的啊？就这些他们藏族居民生活的这些用品，反正我看都挺专业、挺正宗的。但是我就没进去看，因为着急赶路。这就我刚刚吐槽这成都地铁啊，它去哪儿都得走一会儿，很麻烦。锦里这个景区怎么说呢？它下着雨，然后晚上的时候一开灯，还真的是挺漂亮的。但是的确，它里头卖的东西呢，就跟快闪巷子其实也差不多啊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你晚上去看，然后下着小雨，真的是还挺惬意的。里头的内容呢，就是也是那些东西，然后卖吃的呀，然后玩的呀，什么那个川剧变脸啊，等等。其实，在锦里这个街区，让我想起来杜甫那首诗啊，“春夜喜雨”，对吧？花重锦官城嘛，润物细无声嘛，说的就是成都啊。锦官城说的就是成都。这个成都这个雨的确就是润物细无声，它雨不大，然后呢就慢慢，但是就是阴凉的。那么在视频开头也说到啊，成都也是环线设计啊，北京也是环线设计，成都是1环、2环、3环，北京是从2环开始算啊。我也做了点小功课啊，成都的2环和北京2环的里程基本上一致的，但是成都的3环、4环就比北京的3环、4环面积是要大的。成都的1环呢，大致就是成都老市区的面积，就是以前这个西城区和东城区，后来西城变为了青阳，东城变为了锦江。当然现在这个青阳锦江并不是以前西城东城的面积啊。那你要说对标北京的这个2环里城墙里，这个重庆啊都不算都不说市中区了，说它这个通远门以外，就是这个重庆老城墙这个区域，通远门以内的这个区域，那应该是成都呢。那上期我就在说成都兰桂坊酒吧那期也说了啊，那个兰桂坊酒吧位置就是向河南河相交嘛，因为向南河，然后向河南河、向南河现在都叫锦江啊。但是向河南河相交那个地方，就是九眼桥、兰桂坊那个地方，现在是1环里，但在以前那个地方，就是向河南河一出去了，就算成交了。虽然现在都是1环以内啊，所以成都这个也很严格啊。其实这个我吐槽那期视频也说了啊，顺便再说说成都的汽车、摩托车上牌限行问题啊。首先，成都这个地方呢是不限行外地车的，这个和成都一样。上牌呢好像也是没有问题啊，就是你买新车的话，无论你是本地人、外地人都可以买这个新的汽车啊。但是好像我了解了一下，你要买2手车是需要成都本地户口或者有成都的暂住证啊。摩托车呢，摩托车的牌子好像是随便上，但是也有这个需要进城证的这个川 A 的摩托车，但具体这个是怎么操作我就不清楚了，好像是黄牌8万，蓝牌3万左右。反正比北京的是便宜啊，但是这反正也不便宜。你要拿在川渝地区这个价格来说哈，
反正肯定是有限制了，对吧？但是它这个监控，摩托车的监控是真拍，还是就是说意思，那就不确定了啊。但是北京现在是真拍，以前北京也存在过，就是说着重于现场执法啊。现在的话就是电子眼也拍，这个也拍，也拍，那个也拍。但我看成都这个市区内骑摩托车的人还是有的，但我估计抓的不是特别严啊。那么都说到交通了，顺手再说一下这个成都这电动车啊，一样和北京一样乱啊，就是乱骑、瞎骑、逆行，然后走这个人行道。反正这一到有电动车城市吧，你过马路就不光是先左看，再右看，你得左右都看。反正这电动车，国内的内地城市通病吧，都这样，你得注意点。反正，但是你要说你在这种城市生活，你会骑吗？你肯定骑，对吧？你充次电就几毛钱，是不是？所以还是应该严格管控一下啊。但是这个你不管控的话，就是瞎骑呗。你像这几天下雨，有一个他还不是送外卖的，直接从我旁边逆行过来，那水直接进我裤子上了。我骂他都没用，我骂他的时候，光有时候骂他，他已经跑了，就已经看不见他了。就是这种魔改电动车比摩托车还可怕多了。但是你看啊，成都这些年发展这么快，这堵车的毛病也都有了，这也很正常嘛。城市的毛病，这你又用了这种环线主路的设计，那肯定是这样。北京也是这样啊。来到春熙路了，正好下雨了。哎呀，这个川渝地区冬日要下雨就非常冷啊。但是整个这个街区还是很有烟火气的啊。有点这个以前北京烟火气，有烟火气北京的感觉啊。这条路有点像那个王府井大街。最近在成都、重庆看见了很多这种卖俄货的这个百货馆啊，有的是这种就是底商，有的是这种大棚子啊，挺多的。反正北京前段时间没有看见过啊。春熙路这块还是挺有烟火气的啊，有搞直播的，有唱歌的。有跳舞的，然后有这种逛街的，然后也很繁华啊，然后感觉也是挺自由的，和成都这个城市的气质一样，就是大家都比较放松，比较慢节奏。但是这个城市它的一些新东西是比较精致的，就是新的和较新的这些事物是比较精致的，和这和重庆是有区别。重庆的东西呢，我不能说它粗犷，就是重庆的东西更有烟火气，更有江湖气一些啊。成都的东西，它新东西是很精致的，这是我个人看法。北京呢，那以前是很有烟火气的，具体的我回北京以后再拍吧。但是呢，现在就是说北京更倾向于把所有东西按在这种商业综合体，按那种什么汇聚啊、合生汇啊，就是说你在街道外面就一般般那种感觉啊，这是现在很明显的一个区别。来到这个网红地标 IFS 了啊，这个小熊猫趴在上面，好像可以到这个顶层啊，给大家转一圈看看。有点意思啊，然后也很方便。它这块这还有春熙路解放碑商圈、云上购物节。对，它这块它还有很多这个顶奢的品牌啊，跟那个解放碑有点像啊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相对奢侈品一些。然后这儿就是这个地铁站。迪奥、太古里、成都太古里，这应该是这个就是潮男潮女成都的，在这块啊，夜晚的确还是挺漂亮的。我靠，这个小区得多少钱啊？这下这个小楼啊，查半天，它这个高德上显示是春喜公寓，但其实叫春喜大厦。对面上是2万一平，然后大部分都是60-70平的。那就是100多万，那相当便宜啊！我靠，这 IFS 观景楼，相当于你买在这个北京三里屯那感觉啊，差不多一个感觉啊。但这就是唯一的，我觉得可能比较吵闹，看你的选择了，我觉得相当可以。而且还是成都房价比较高一些的感觉，你要重庆可能更便宜。各位，然后我点了一个这个成都非常有名的这个老饭店，叫天天饭店玉林店，这是老店啊，最早的那个店。因为我时间有限啊，我就点了一个外卖，然后它这个量还是可以的。你可以看这瘦牛肉30块钱，给的挺多的。然后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啊？因为没法去店里吃了，安排不过来。这个回锅肉和瘦牛肉味道确实还可以啊，确实不错。因为它这个价位，然后它这个量。以及口味这性价比还是挺高的。如果大家没法去店里吃，其实点个外卖也不错啊。
最后一天呢，我还去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去看了熊猫啊。这个我去这天正好是阴雨天气，然后我坐到地铁站，然后坐这公交，没有人，就我乘我的专车了。这个云雾缭绕的啊，进入仙境了。看它这个园区里种的也都是竹子啊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给熊猫吃的。第一只了，找了20分钟，哎，人家挺惬意，下着雨吃竹子，享受，这就是生活。哎呦，还叫呢！我去，还跟我互动一下。看熊猫叫声是绵绵的啊，还挺嗲的那种，我以为是特别凶狠的那种叫声。看，还挺可爱的，生活很惬意。看下着小雨，吃着小竹子。你小子也旅居啊？曾旅居西班牙马德里动物园17年啊，雌性的啊，花嘴巴，03年，我靠，没比我小多少岁啊！因为出了四川，真的很难看到熊猫。虽然北京动物园也有熊猫，那是我第一次看熊猫的地方，但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熊猫，的确是在成都第一次看啊。所以呢，我也拍了很多熊猫的视频留作纪念啊，然后我也都给它放在上面了。那么咱们就一边看熊猫，一边来和大家聊聊。我的标题成都、重庆哪个更好？我的个人主观想法啊。首先不得不说呢，成都这些年发展真的非常快，在各个方面和我9年前来真的是不太一样。而且成都和重庆的一个大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就是成都这些新建这些事物啊、建筑啊，它的商业体啊，它比重庆相对来说更精致一些。就是它有点，比如说类似于咱们国内1线城市或者江浙沪那些城市的精致在里头。那重庆呢，并不是说它就丑或者它就不好，它更有那种烟火气、江湖气的感觉啊。这从重庆人成文性格能看出来，包括他们的口语发音也都不一样啊。虽然呢，成都口音、重庆口音都属于四川话，西南方向的四川话都属于成一片，但是呢，还是非常大的区别。因为在川外很难接触四川方言嘛，无论它是哪个城市的。但是呢，对于我来说，接触这个四川川内的方言，就是从重庆话开始接触的。那我在一时间进入到成都，的的确确觉得成都口音更绵啊，然后成都口音有很多这种棉花音啊，相对来说棉花音更多，但是棉花音更多应该是绵阳口音啊，我也了解了一下。那成都口音变得更软一些，尤其是女孩说成口音可能会更好听一些，男孩说重庆口音会更直接、更这个硬气一些啊，这的确存在的现象。成都人的感觉呢，就是往下沉那种气场吧。重庆人呢，就是说可能会更直接，因为他知道嘛，他这种在江上的城市嘛，江湖气息更重一些，就是有的话都喊出来那种感觉啊，就大家都是兄弟伙那种感觉，就是北京都是哥们儿。都是姐们儿，都这种感觉。成都那种就是更慢一点，可能更偏，就是如果相比之下啊，感觉会更偏那种江浙沪那种状态一点点啊。但你要说你想在哪个城市发展，我首先认为啊，成都、重庆在现在这个环境下，我个人认为这个成都、重庆是非常好的移民城市啊，就是外地人来这个成都、重庆，我感觉性价比很高，无论是成都还是重庆性价比都非常高。但成都、重庆它产业上的区别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，不一样在哪儿。但是呢，我认为成都的这个生活成本肯定是比重庆的成本高多了，无论是你的住房还是你的吃穿行，都是高了很多。然后大家也都知道我在旅居重庆嘛，但是从目前来说，这次虽然成都给我冲击又有不小，但是我可能短时间还是不会搬到成都啊。首先第一，成都它是平原城市，它又是环线设计，这点以前我在我那个旅居重庆那个视频也说了，我对这个设计已经是非常厌烦了。同时有电动车的存在啊，这都是一些不太想让我住在成都的原因。但你说哪些原因可以让我想搬到成都？那的的确确，我在成都这个城市感受到了以前有烟火气的北京啊，因为它有的地方和北京真的很像。我也问过，就是我有几个移居成都的朋友啊，就是他们说的，这个不就是以前北京城的感觉吗？你看，同样它的城市是环线设计，它是平地平原城市，它的路也是稍微宽一些，然后它的老破小和北京有的老破小也挺像的，只不过说的方言不同，但是它就有这么有烟火气，所以它相当于北京的一个烟火气版本平地。对吧？但是我可能个人不一样，我更喜欢山城，因为重庆这个山城大家也知道，山上一个城市，山下一个城市，山上山下，上山下山，两江交汇，我可能更喜欢这个一些，而且我喜欢骑摩托车嘛，重庆摩托车是没有限制的，你看现在底下就有摩托车的飙车，所以呢，这个还是根据你自己的个人选择啊。但是成都那个兰桂坊酒吧街区的的确确牛逼啊，
兄弟的确牛批。重庆的酒街呢，同样来说这个氛围就是年轻人参与感都很强的，就不和北京比了。北京现在这个，这块真的不太行啊。但是成都和重庆年轻人氛围参与感都差不多，都挺强。但成都明显硬件、软件的设施真的强了太多。所以说，我觉得重庆在有些地方也可以再做得更精致一些啊。当然，在一个城市肯定不能光考虑玩的东西，就是说从住的成本，那肯定重庆成本还是低很多。你成都，你不论是买房，你看买房老破小也得1万2万，也都有，对吧？我在那个成都酒吧街那个节目里也说了，它对面那些小区也都得1万2万，有的贵点3万7、4万，我看也都有，真的也不太便宜，对不对？但是成都呢，它有它的好处，比如说可以进藏方便啊，去新疆方便啊，它的那个自然东西可能更多一点，但重庆也不少啊。这个有人说自然资源就是成都可能更容易玩，其实成都、重庆的区县、郊区都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。当然了，这是我3天2晚做了一个视频的总结，肯定是没有说我在重庆那个视频做那么深度，因为重庆我住了半年嘛，对吧？已经住了半年多了。那成都呢，可能就是我这2次的旅游的印象，但我觉得还是尽可能跟我住过的城市重庆啊、北京啊做一个对比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赞、关注3连，支持一下 YouTube 点赞订阅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插一句，而现在成都、重庆、成都来回往返的票非常便宜，而且也非常快，1个小时，对吧？1个小时在北京通勤算个什么呀？是不是？而你看，你玩晚了和玩早了，比如说，你看这次我在熊猫基地，我玩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这个鞋就湿了，踩在水坑里了。然后我想着急回去，因为我是晚上7点票，我赶紧就改到这个我到达成都东站的时间，应该是4、5点钟、5、6点钟吧。我赶紧就把票一改就走了，改票也很方便。但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就是你改票的时候啊，一定不要先进站，你在进站之前改票，就在进站门口改票。你要进去改了，那你只能再去人工的窗口，或者可能就改不了了。总之1个小时你就能感受到西南地区2个风格迥异的城市的面貌，发达城市的面貌，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同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，我的全平台就是各种B 站啊、抖音啊、小红书都是同名的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。公众号可能有些以后会发一发文字的攻略，或者我发一些自己的这些随笔感想。有的一些视频不好表达的，我就文字表达吧，对吧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公众号。那么还是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喜欢的话一定要3连关注一下 YouTube， 也给我点赞订阅，感谢大家。